廿几年呢，政府当初前呢，这个开发日头能办，毛竹奉天也到6年成业。不过在咧所采实接引起地方方议论。2022年，有间能源公司收托台东池上漂嘅并地地方嘅假业嘅工厂，还有附近嘅工业用地，计划爱土也设钢铁厂。不过现在当地居民反对，就停下来嘅。今年9月咧，一間能源公司有講，要申請乾鋼工廠，要再要同池上居民協調。不過地方民眾呢還係反彈，甚至講係反對倒帶。上來地方的少，啲關心乜嘅呢？佢反對有道理冇？記者邱一華同盧英正嘅報道。北太片呢，常有為有完整的無言，係千多人對台東縣池上鄉的印象。不過，就睇池上鄉一定順風的河壩順，才有一個引入引返工的所在。一隻比係池上鄉第一座的日頭能鋼鐵廠。我會覺得這是開始噩夢的開始，因為雖然都沒有公開講，可是我們知道在這後面有很多的破碎的稻田都已經被洽談光電板，所以我認為一個都不可以開。這當時就係因為終於到池上看下過去一定發的天然景觀，將使到池上已經係了12年的將工的先生。有一年，在好點點的發現，有每家嘅民族頭前的農地動態整體。我那張地啊，原來農地方愛起鋼鐵廠。2年前吧，我記得是8、9月的時候，那範圍就是這個火車頭，這個現在看到這邊一直延伸到這一片樹林的頭，就剛好，反正就是剛好整個火車站月台一下來，整片的景觀就是光電板。連鄉公所也不知道，這是最扯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是直接跟縣府那邊申請，然後縣府一看 ，OK 啊，確實啊。這就是我們的法律裡面讓我們很難過，一切合法，池上人當然會緊張，不只有池上人，是所有的連遊客跟池上人的朋友，大家都會，所以那一期就讓池上人覺醒了。將工的先生講，農地就應該按農用，就將日頭能辦中亞鐵無延空鐵搶工嘅，變做引入到池上用下班呢，就本人注意到嘅景點，做乜睇池上無延景觀的完整性。佢就開始引來一種愛將鋼鐵廠動下來，甚至我們認為被說是刁民，人家合法的東西，可是我認為這是不合理的法，有問題的法應該要審慎的去看待它，所以這很慶幸，他有被擋，可是他只是交換。因為廠商早就拿到嘅合法的用地行過建築執照，最尾搶咗地用溫所採嘅方式來處理。因為光電板跟稻田的池上稻田景是完全不搭嘎的，池上就是有一個光電區在那裡。那我覺得，我還是這樣覺得，當會有第一塊的時候，就會有第二、第三的延伸下去。因為其實這個魔爪一直要深入東部。不過，就像破除理論所講嘅，有嘅第一咧，就會有第二嘅。111年，又有能源廠票嘅推動，並提嘅閒嘅土地，計劃而來起鋼鐵廠。一擺池上鄉民一開變做嘅親熱氣頭嘅人，親團結咧會將鋼鐵廠動下來。它的面積，它光是種電的就4公頃。你看一下那個煙囪，我們也知道這是台糖裡面最後的一個工廠，工業用地。我們池上很希望農產品能夠有一個加工廠的，都找不到。那你今天有那麼好的，這也是我們池上人會跳腳的原因。不過就係睇鋼鐵廠二天天附近呢，像韓嘅先生講，雖然唔會反對日頭呢，不過
对厂商在实践前向土地采地的机密无沟通的态度，请唔认同。他在年初的时候就有开一个他的施作的一个说明会。那我们原本预期以为是他要执行这个计划之前，给我们了解说他到底要怎么盖，或者是他到底要做什么。对，但是没有，他只是说哦，他们那边已经计划好要盖那光电板了。厂商一开始係講要起供電廠，過後又改講要起觀光工廠。池上的居民就質疑講，廠商冇實際。對，9月17號再開一個所謂的觀光工廠附加設施的一個說明會，在地居民就會有那一種就是暗度陳倉的感覺。光電上面是它的主軸，對，那今天只是想要把它包裝成另外一個東西，複合使用嘛，哈，就比如說不管我們推漁電共生，好，或者是說像那個滯洪池上面設好水上減碳灣，基本上它就是多功，好，就是它同時可能有2個功能。新興部落沒有錯，就是要蓋在新興部落的土地上面。從去年我們就開始反對這件事情。按上要起供電廠的所在，過去係池上新興部落的傳統領域，未引起的當地部落土地所有權的爭議。在去年我就已經詢問過很多的，包括原民會，其實它是95%，它是屬於公股的。那我去問給糖廠，他說他是私人土地，所以我現在搞不清楚誰說了算。池上要不要種電？我們部落族人，我們要站起來，我們要作為一個監督的責任。池上新興部落的主席郭飛林就講，土地係用來耕田的，唔係種田的。質疑廠商還冇做好環境評估，就要來殺供電廠。我們對原住民的土地的那種感情、那種愛是什麼？它餵養我們呢，讓我們活下去的一個資產呢？那為什麼要去破壞它？為什麼我們池上的米那麼好吃？是因為我們的氣候非常的適宜，這個光線是剛剛好的。其實我們老人家的智慧、祖先的智慧，他一直告訴我們不要破壞土地。你只要破壞下去，人類會滅亡。我們要讓中央，我們要讓縣政府發建造的單位知道，池上人勇於表達，我們不要光電，不用代表會表決不同意，因為直接我們現在就說我們不同意。池上鄉要起日頭能供電廠。米上呢就先睇水源頭的順項，引起當地居民的反對。當地的居民講，佢哋反對供電廠，唔單止係要守護佢哋的土地，係要守護古嘅華東中國嘅環境。代表厲害呢。看不出來才70歲，80哦喂！為咗愛外界看清楚當地嘅居民係什麼嘅，池上鄉嘅鄉民代表已經82歲鄉代表，硬係用記嘅記開嘅一個素材，將樹牌清開，清社會講，旱敗工廠嘅污糟水就會對呀直接排到池上鹽田嘅水準上去。所以代表這個水是會通到哪裡去？那個進車口。進哪裡的水口？池上所有農田水利是這條水全部到。它是進去到池上的主要水源的灌溉水哦。我係講啊，地上掉哦，下骹攏掉啦。有代表講，無言係採天然的經濟命脈，雖然污染嘅，池上人就會無為前緣來路。水波波管的引流電過，也係池上太準的入水口，未係華東中部主要鹽田的水源地。整個池上的灌溉水，這個池上大圳出去呢，最後會匯流到最後，就是慶豐，然後呢匯到秀姑巒溪去。所以不是只有台東受害哦，
秀姑峦溪下去，富里的米也是很好的米哦。这边往南呢，关山的米也是很好的米啊。接下来是鹿野，再来卑南，然后就出海口了。那这整个是台东干净水源的命脉。清洗的部分基本上，现在太阳光电板它基本上大概沾到大概都是灰尘，所以他们一般都是用清水去冲而已。希望可以供天廠的推动土地同慈松太准，將兩甲白天，當地居民會以社會唔是講咩地。它这边有一个工厂的一个排水口，然后这一条是水圳哦，这一条水圳的水就是我们池上大圳那边的源头，就进来到这边，这是水源头哎。那整个池上呢那么大片的，超过1000顷。以后光电板的水从那边排出来。当然啦，就是我流出去，然后就跟着水圳的水就流出去了呢。问题才4公顷。什么叫才4公顷？是目前，你知道台糖地有几公顷吗？这里有400公顷。所以你们是担心的是后面的400，就整个我们不反对绿电哦，我们绿电会有很多种的方式啊，包括水力啊，我们高低差出来是不是可以用微水力充电小额？池上居民又不多，我们会鼓励家庭能够用绿能的发电的方式。青岛地方研究講，今年唔反對綠色能源。喺盡做得喺各個社區，無就係鄉鎮分散來發展，其他發展其他用，對環境好，咪做得滿足用電的需求。大面積社或是分散社，這個就要看當地 local 的環境。我是覺得說，民眾可以把意見提出來，可以大家達成一個共識，說應該做3引啊。國家覺得說，為了整個減碳需要有綠電，那民眾呢？這個也可以從綠電開發當中誒，這個拿去做未來農業使用，然後呢，另外這個產業也可以發展起來。你如果小地方每個都可以都省電，積少成多，那你用這樣子假勁弄破，哇，咁有較好。另外，池上就睇海岸山脈和個中央山脈之間呢，中國嘅蔬菜，而這位時間冇按從，當地嘅居民就質疑講，睇下殺供天廠。發冇馬嘅天，太陽從海平面升上來，要穿越海岸山脈1000公尺哎，下山的時候很快呢，還很熱的時候，太陽就東下山了呢。請問一下，這樣的地方適合種電嗎？1年大概可以發多少度電，跟你的日照時間長度有關係。那同時呢，還跟你的那個所在，就是在地球的這個緯度有關係。平均台灣哈。那個每1000瓦每個 kilo 瓦這個太陽光電，它一天大概可以發差不多3度的電。那東部呢，我們最新調查的數字還更好一點，它可以接近3.5度。海葵風采收過東台灣以後，國家活動項的2條能板本期催化嘅跌到天來項，在地嘅居民看到就很壓驚。南北2條能板係快鐵的，會對土地造成污染。每一片大概都會給它一個編號，所以我們都會知道它流向到哪裡去。它那些本來就是可以回收的，好，而且都是有價值的。好，那這些回收以後呢，其實像一些矽晶片，如果回收的話，它如果矽它還可以再用的話，那可能就又跑去再去製造出矽晶片出來，然後又進到這個太陽光電的這個發電的循環裡面去。我們知道綠能很好，但是種在土地上，在池上，其實不應該說是在池上，在台灣任何好的農地都不是好的事情。能源署講，2條能板特地用來廢除再利用，係循環經濟的一部分，唔會造成污染。也下業者因為還冇完成工廠的登記，實2條能板的計劃冇那完整，已經被台東縣政府推卻呢。不過一直以來，觀光韓國農業就係池上鄉2大嘅經濟命脈，對2條農地方種田的影響，池上人受騙呢。